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挂地。哇，这座山漂亮，这座山直接断崖式的，这里钓鱼都舒服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游钓黑坑疯子。我们今天的话是在广西百色的苹果，这边是一个山体水库啊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断崖，可以看得到这个断崖呢特别漂亮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这个水库最高水位啊，最高水位是到这里的。现在这边水位是退了，但是这边是喀斯特地貌。然后这整个山壁上呢，全部都是这种一个一个的小窟窿。这个水库呢，之前是被承包的啊，承包了之后，因为它这边这个水库里面有泉眼，呢，这个老板把这里面鱼给打出去卖了，因为它有泉眼，这个水是抽不干的，抽不干的就是拿网刮的。但里面呢有很多石头，肯定是刮不干净的，所以当地的钓友呢就让我们过来玩一下。听说他们在这里面也有钓到过一些漏网之鱼啊，钓到了1斤左右的一些罗非跟一些叉尾之类的鱼种，就无鳞鱼，也有可能也有一些呢从这个地下泉眼里面冒出来的鱼。所以我们今天看一下能不能够在这里钓到它这里的漏网之鱼啊。那我们这一次一起的呢，有胡子成大哥，有小表妹，有渔人大哥，还有我们当地的一起过来的钓友。贴水皮啊，你看我们现在开始了啊，刚开始钓，一下就是这种的东西，没办法，我们两广地带的话，基本上只要说野钓都逃不开这个小罗非，哪怕是这种天然水库也是一样子的，像。我今天上来呢，我开的是一只5.4米的，主线是2.0的，因为它水不是特别深，开个5.4米的足够了。浮漂吃铅大约是在2克左右，子线先上个 P1线玩一下，因为它这里面有鲶鱼嘛，对吧？小飞不怕，要是说大个体的鲶鱼过来了，这小飞肯定是会跑的。我们先钓啊，有小的就有大的。哦你。之后呢，你就知道错了。哦，哎。但是呢，这边又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小罗非特别多啊，我们就看一下能不能从这小罗非当中钓到大罗非啊。哇，漂亮！这个嘴巴你看，哇，这上是不是线？嘴巴里面那条是不是线？你看一下，是不是刚才我切的线？你摸一下，真的是，你摸一下看。哇，这条鱼，哎，这条鱼刚刚我切的线还在喉咙里面，你看又在吃了，太恐怖了，这个鱼啊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是线，太恐怖了，线还在喉咙里面又在吃了，看来我给鱼做的美食不错啊，还是这条鱼对我感情比较好，你看我这里一个钩是不是？
那这里狗狗，看这里刚刚切线了吧？你看喉咙里面还有沟，是我刚刚切的，太不可思议了啊！这个三体水库的鱼，我觉得太凶猛了。你看，哎呀，漂亮漂亮漂亮！我真没想到它能够这样子来吃。等一下，反正晚上我们要吃掉你的，一会我再帮你取钩子吧。我抱那个，这个比较凶猛。太好玩了！你看那个鹅，好看吗？4只，已经在我面前游来游去，游了1天了，可惜了。你想吃它呀？嗯，你去帮弄吧。嘿嘿。不好意思啊，挂地。我在到处呢找这个水有多深，围着这整个水库我已经转了一圈，但是呢还是感觉水深浅都是一样的，没有就是撸的这个浮漂啊，在这原先的位置都没有没过，就等于说水深很平均。可能这个泉眼呢，它不在这个岸边呢，可能是在中间。我刚丢到这边试一竿就挂住了，哎呀，声音好听啊！啊，你闻一下。哎，这个真能吃的，这个是真能吃的。这你闻着很臭，但吃起来很好吃。不，很臭很臭，不吃。这个很好吃的。这就人间美味。
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啊，所以我都看不见。起啊！啊，来了！要。哎，鲫鱼。不是，这是鲤鱼，鲤鱼。看到没？不错，看，好看吧？金黄的。哦，不行，我要换到后面去，他们在后面在种，它后面深一点有鲤鱼，我要钻到后面打，我前面都是小罗非，打了2个小时都是小罗非，换到后面玩。哦，好大风啊，人都吹跑了，伏击，哦，哎呀。这个风太大了，太刺激了啊！走你！哦，终于了！早叫你掉头过来都不去。钓罗非有什么了不起？天天钓罗非，早就钓腻了。钓鲤鱼嘛，这条鲤鱼漂亮啊！看，非常漂亮啊！进去。终于有点手感了。你看我说的对吧？下一竿的更大。早叫你掉头过来不相信，过来马上有2口，你看第3口多爽的事。连竿了。来了！赶紧全部都掉这个弯。原来鲤鱼全部都往这边跑了。又来一条啊！哎，我要换头了，我要改头换面了，我要换这边来了。进去。你干嘛？帮你打个窝。哇，我这边好不容易钓2条小鲤鱼，你那边有大罗非钓，你跑过来抢我什么鲤鱼嘞？哇，你这里你肯定没有罗非嘛。我还是钓我这罗非吧。老是拿着6.3米的来欺负我5.4米的，真的是。真的，我这里太好了，你看我隔岸给你打个窝。你这个窝招罗非我不钓，我要钓鲤鱼。表哥，哎，你在拍啥呢？这么认真？怎么了？我在拍鸟啊！拍鸟？啊，这里的鸟好看吧？是啊，这里山美水美，鸟也非常漂亮，忍不住想把它拍下来。我在抓下酒菜啊！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鱼？啊，这个鱼不是罗非啊，特别漂亮。你看，我都好像没见过这个鱼，看到没有？特别漂亮。表妹，我过来教你抓鱼，教你一个好玩的。好，抓到鱼了。耶，3条。有没有见过这个鱼？这个没见过，好像它有颜色。吓我一跳！我差点滑下去了。咦，吓我一，口水都飞出来了。这个鱼网是个。这3条都不够我塞牙缝。那你多抓一点吧。好，下货。
小户，我就怕我这个户口直接跑出去了。你直接拿这个盘抓啊，这个盘装你抓的。不行，换一条。鱼都被你玩坏不是他刚刚他俩亲嘴，然后那啥，亲累了可能。来到你们两个。吴子成。这等你等的好辛苦。妹，你看你师傅给你表了。陈哥，我们收了吧？可以啊。啊，你也爽到了？太阳下山了，我感觉手会更好。不，太阳下山了，这个地方白天风景特别好，晚上的话就是还是有点怕的。那我们准备收了啊。啊，先收了吧，收了吧。可以。啊，我们早点回去吃饭，然后去酒店休息，然后再想一下明天去哪里玩。我觉得明天是不是还来这里啊？明天再来这里是吧？对，因为环境太好了嘛。啊。再说今天我没有钓到特别大的鱼，切了3个线，我真的心有不甘啊。那行呗，那我们明天看一下，明天再来这边。好的，那我们就收了吧。行，收吧。收吧。好，收。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渔获啊。鱼也要看了。这网子上面还钻了一个，给它搞出来。走吧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渔获啊。看这条鲤鱼特别漂亮，还有一些鱼不认识是什么鱼，就钓的那个特别小的，像这种不认识是什么鱼，可能是从这种地下河里面跑出来的。来，你看一下。有没有认识的啊？哎呀，今天一天结束了，走吧。哎，今天陪他搞了一天啊，还是给他放了，喂的饱饱的给他放了。我们这边就准备回家了啊。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个做钓的心情啊。其实今天呢，
我们来的时候在两广地区啊，不管广西、广东，还有一些盛产罗非的地方，一般的它在野钓的这种自然环境都会出现着特别多小罗非的情况啊。当然，我们钓黑坑的时候也会碰到这种情况，就不是特别多。那么在这种自然水域的情况，就真的是多到漂4、5克的漂都给你立不起来的那种的。主要今天抛开渔获不谈，我们就光在这种很自然的这种风景，在这种做钓的环境下，那跟我们黑坑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虽然说今天渔获不是特别理想啊，但是我真正的去感受到了像这种特殊的喀斯特地貌，然后再加上这些小罗非疯狂闹窝的这种鱼情，还有一些朋友这边的一些朋友的陪伴，然后我们一起去钓这一场鱼。真的，有时候呢，我们可能去钓黑坑比较节奏比较快，或者说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工作中的一个节奏压力比较大的时候，可以3、5好友邀在一起去找到这么一个叫绝世仙境的地方啊，去放松一下心情，真的特别开心。今天垂钓广西苹果的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不知道这里的一个名字，但是看到这个全部是这种断崖的这种感觉，我们就叫它断崖水库吧。今天这个整场做钓呢就已经结束了，但是没有钓到理想的目标鱼啊，但是我还是有一点想再打到它的一个漏网之鱼，还是没有打到。看一下接下来我们规划接下来要去走的一个行程，可能会想办法再调整一下，可能这个地方实在太美了，我们再想办法调整一下，能不能打到它这里面的一些漏网之鱼，因为水质好，然后中到目标鱼的时候心情会更加的好。然后明天再用实践再去看一下，能不能通过改变钓法或者改变选择的一些位置的改变，然后去钓到它的一个目标鱼啊。同时呢，我们在做钓这种自然水域的环境，特别是像今天这么美的一个环境，当然我们在垂钓的一个过程中，或者说在这边生活，那肯定会制造一些生活垃圾出来。那么我们就要将这些自己制造出来的一些生活垃圾，或者说你看到的一些生活垃圾，随手呢将它清理掉，给它带走。可能我们这一次一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。我希望能够找到这个地方的一些钓友，到这边来的时候，看到的是干干净净的水面，干干净净的这个路面，看到的是很美的一个风景。作为一个钓鱼人，特别是野钓的，我认为这个是钓鱼人应尽的一个义务和责任，保护环境，人人有责。买奶茶喝呀？买奶茶应该买。这个不就一下装得下吗？一看就没有收废品的经验。拿去放别人都会笑你。